宇軒，其實現在在這個商業競爭裡面，沒想到有個字非常重要，就是信任。現在為什麼很多去文化，就是我不相信中國的廠商，所以呢，現在讓台商有了這個信任，我們可以獲得很大的一個利益。就我覺得最近更妙的是，他這個信任真是出大問題了。現在印度說，我現在所有的街头的海康威視我都不要了，我把你退貨。不只是印度，很多都退了。为什麼退？搞了半天，委內瑞拉跟伊朗都是用海康威视，用海康威視之後，你就被那後門進去，後門進去之後。你就被害了。習近平過去跟李在明講那個笑話，現在變地獄梗了。說啊，看看小米手機有沒有後門，就現在被人家證明海康威視的有後門，而且是誰證明的？美軍跟你證明的。因為現在在伊朗境內原本也是大量使用類似這種海康威視，結果原本它的安裝狀況是這樣子，它等於是設計後門，讓不管是伊朗可以控制它的人民，或者是中國呢可以遠端進行遙控數據。結果這個後門反而變成是美國入侵，變成是它的節點，等於是我美軍透過你伊朗在這片地的這個監視器可以看到你所有伊朗分子的一舉一動，結果這一炸之後發現說完蛋，我如果裝了這個中國海康威視的，隨時美國都可以對我去動手腳。我覺得最好笑的故事是哈米尼的周邊裝了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海康威視，因為他還裝的更多，因為我要保護我的安全哦。就沒有想到你居然讓以色列這個進去了，以色列反而透過這麼多的這個海康威視的這個監視器。把你哈米尼每天的行蹤，你出來連你出來什麼時候買菜，我都一清二楚。對，所以你看啊，現在緊張的是誰？是印度，因為印度它跟這個伊朗狀況反而不一樣，因為印度跟中國本來他們在邊境就有一定的衝突，等於就是他們本來就是所謂的敵對國，所以現在印度人發現是啊不丟呢。我首都27萬支監視器裡面有14萬支，全部都是中國的，14萬一半以上。對啊，我首都不是我所有的政要，我可能半夜去吃宵夜，晚上跑到汽車旅館，我幹嘛全部中國都掌握到？我情資被你掌握住，所以他現在直接下令这個國安法說，我全面的要把它去做撤換，而且全面的把它做清剿。印度全部要去除海康威视，对，他要去中化，所以因此有人受贿。你知道受贿是誰吗？来3個國家，一個叫台灣，一個叫美國，一個叫德國。他們要買台灣的，對，因為他們現在考量說，我一定要採取跟中國敵對勢力的。如果是跟中國友好勢力，那沒有意義嘛。所以台灣有一家公司，比如說叫精銳，他們現在在討論說，會不會有可能精銳到時候會因此受賄？在講的時候，我們剛才講的那只是首都馬德里，佔了1/3的產量，也就是都是由海康威視。海康威視甚至是全球最大的監視器供應量。那未來後續會不會產生這個鋪天蓋地的浪潮？也就是大家對於去中或者是對於中國的監視器開始一一的產生汰換？我認為這個很大的。好，對，微良，其實台灣現在我們講我們的股市可以噴發，跟去中化也有一點關係，因為我們沒有中國的競爭對手，我們就好好的跟美國做生意。而且美國做生意，剛剛講的，你現在給我的這個所謂的報價跟我的所謂的支持都比較好，所以我現在不是說，以前只要抓最大的去抓台積電，你剛剛特別提到，不用一定抓它最大，連我周邊的這些廠商都有很大的爆發力。沒錯啊，其實如果認真回想一下台股的結構性的轉強趨勢往上關鍵就2018年中美貿易戰之後。所以當時大家很擔心啊，這個貿易戰一打，那兩頭大象相撞，台灣可能會被踩扁踩死。但其實後來發現不對哦，撿到槍了，台灣很多轉單都進來。那我們講其實，在台積電呢，內部有一個所謂的像是台積電的奧斯卡獎啊，它會頒發所謂的一個年度最佳供應商獎，最佳的卓越表現。好，其實，在2024年呢，總共有5家設備廠領到了這個獎。那其中包括呢，像應用材料、艾斯摩爾、科磊，還有東京威力科創，只有一家是台灣的公司，星雲有掛牌的3583星雲，唯一的一家台廠。所以這個就代表說，其實我們本土的企業呢，也開始呢嶄露頭角嘍。好，那其實說到星雲它本來呢是做這個設備的代理。好，那這個代理的過程你最怕的是什麼？如果東西賣得好，這很多呢，你的這個拿回去了，原廠我自己來賣，然後自己來賣，对，就是後來就發現說。這樣其實是有危險的，所以幸好他在代理的階段裡面，早就已經開始在思考我的下一步了。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多台灣老闆很厲害的地方，很有遠見。所以他覺得我應該要來自制。好，那要自制設備呢，那當然就要在這個代理的過程當中他培養工程師。你不僅要懂設備，這最基本的，你要懂產品、懂設備，同時你要摸透客戶的心。那這樣子來講呢，我自制才能夠呢賣得好，然後賣得快，然後又符合客戶的需求。那但是呢，其實在這個自制當中我們講一般其實半導體把它分成這個前段的製程跟後段的製程。大家最想要含金量高的前段製程，你能夠呢吃到那一塊，那就是皇冠上的鑽石。但問題是這個前段呢，幾乎都被呢歐洲、日本、美國大廠把持了，利潤最好，所以呢只好呢退而求其次，好吧，來攻後段製程。想起來呢，好像沒有那麼難。
真的要做起來呢，又困難重重。因為呢，其實這一段呢，它的客戶的客製化需求爸就，所以非常難，就是考驗什麼？你的彈性應變能力。所以一般來講，它可能單量不大，对。可是呢，你要隨時隨叫隨到，然後配合客戶的需求去調整參數。所以為什麼那個後段製程是一個商機？因為大廠看不在眼裡。太麻煩了，對，所以呢，他也沒辦法及時配合，他就跨入這一段哦。但問題是從2003年開始做自製設備，虧錢多久？虧了9年，連續9年我要虧2年我就受不了，虧9年。一般企業怎麼可能有這個底氣跟信心跟你熬9年？9年，而且每年不是虧個幾百萬，每年都虧7000萬以上，這樣子虧了6億多之後呢？好。那幸好他一方面是因為還有在同時做代理，所以至少還有點金流去支撐。那一樣就是呢，我就賭了，我認為台積電將來一定會走先進封裝。那後來為什麼2012年他虧了9年之後終於賺錢，就是台積電正式跨入先進封裝。那我們再來聊一檔股票哈，這家公司呢叫光陽科，今天呢重返3位數，但是它曾經是一家呢下市，然後又重新上市的公司，我覺得蠻傳奇的。他做的東西其實就是所謂的廢液回收，然後把它做精密提純為貴金屬。對，所以呢，這個部分來講，我們講金屬要強調就是提純的純度，它是做到99.9999%，6個9。那相較於我們一般帶的高級的金飾，這個是99.99%，對，4個9，它做到6個9。為什麼？這種純度呢，你要應用在半導體，那可能些微之差都不行。那其實因為早期呢，他把這種所謂的一個精密金屬提煉回收之後呢，來賣，然後可以賺到錢，做得還不錯。後來因為內部的管理不好，所以公司有一點舞弊，有一些主管開始呢做假交易，甚至倒賣黃金，搞到最後這個後來快要東窗事發，主管去自首之後，沒想到不到3個月時間，老闆也自己去自首，老闆也是做什麼呢？原來董事長、監察人、財務主管聯袂一起做假賬，後來才發現那怎麼翻身？原來當初的主管只是一個小偷，真正的大盜在後面。好，怎麼翻身呢？當然後來銀行馬上就是呢，要他清算或重整，2擇1。那當時的總經理他就呢挺身而出接棒當董事長，決定用減法哲學。其實公司的把財的技術是很強的。但是呢，不要再搞那些有的沒的貴金屬的投資，所以他就專心致力在這條路上。那當然，最大的關鍵是什麼？還是獲得台積電的信任。拜登，你跑過石化，你跑過水泥，對台泥非常熟悉。最近有一條新聞，就是現在辜仲諒居然變成台泥的最大個人股東。你說這個看來你感得還良多，也就是台泥曾經在這個所謂的辜成允的手上曾經風光過，他在中國曾經大賺過，可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成在中國也敗在中國。是啊，真的，在2024、2025年的時候，剛我開始接觸跑台泥的時候，那時候辜成允才準備要去中國一次投資8條線，蓋了4、5個廠。為什麼？因為他說過，我爸爸那時候是非常重要的兩岸的一個特使，我父親不願意讓我的中國投資影響到他政治上，不要讓人家覺得說好像你是為了政治然後去做投資這件事。所以他爸爸從來沒有去中國投資，但是他沒有這樣的高度，我必須要往中國衝，因為中國是我唯一的市場。所以他那時候其實那時候剛好是這個金融辜家跟他們寧靜分家所以那時候分家的時候，他沒錢，一大堆的。辜成允沒錢，他那時候還為了保住他自己台泥的這個經營權，他自己跑去 roadshow， 他自己跑去跟外資敲，跟他說拜托，請你支持我，請你支持我。後來就是所謂的寧靜分家。我在2007年的時候問他，寧靜分家是真的寧靜分家嗎？他回我一句話：你現在不要問我這個問題，你問我，我還有情緒。那這代表什麼意思？是當時人家會認為你們台泥這個會拖垮金融辜家嘛？好，那時候就去分家。分家之後，他就開始大筆的投資中國。哇，中國正好的時候，這個幾個廠讓他賺了大概有100億哦。所以那時候台泥的股價是非常好。沒有想到2016、17年的時候，他一個意外，然後變成是由他的妹婿張安平來接。那張安平來接之後，整個台泥的營運，那當然也可能跟整個中國的市場的關係，就慢慢往下滑。你知道，光是2024、2025年，他們中國廠加起來虧損，2024年虧損是10幾億，2025年更慘。為什麼更慘？他們說
配合中國當地的產能置換啊，我必須要淘汰掉一些低效能產能啊，所以呀，我把我自己的工廠這些給結束營業，那什麼意思？中國叫你關你就關我變成是配合關廠，配合關廠，因為整個水泥廠的在整個中國市場是過剩，所以你是台商嘛那你產能舊了，你關。那我的投資呢？光是因為這樣認列了49.5億的虧損，然後第二件事情還什麼事呢？就是他自己的那個3元的能源爆炸，本來爆炸你有保險沒關係啊，沒想到他竟然沒有保啊，沒有保險，因為他說那個保費怎麼幾億太貴了，他不保，結果這一次你看到的畫面，他竟然就100多億的虧損，然後導致台泥去年竟然整個虧損了116億元。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